隶属山区渔会的水尾渔港，位于山区圆潭溪出海口的侧。该渔港的渔船多在部附近沿海作业，主要渔获物以苗鱼、小卷为大宗。除了会在当地渔港卸下渔获外，亦会运至邻近的黄港渔港卸货。到神秘海岸一游，除可近距离接触奇特岩石的鬼斧神工，亦可上狮头山公园登高瞭望烛台双屿。行程结束前，还可以在附近海鲜餐厅享用最新鲜的渔获美味。的小人稠的台湾要能找到符合神秘的景点，想必应该是件相当困难的事。神秘与否端是个人认知。画面中这位垂钓大哥心目中或许认为，眼前这块小礁岩便是属于他专属的神秘地。许多人执意要将车子停入水尾渔港，其实进入渔港前有多个免费的停车场，甚至在前面一点风鱼公共浴室的前面，也有好几面提供免费服务的停车场。车子真的不需进到渔港内挤成一团，造成大家彼此的不便，破坏港内的视觉景观。步入渔港前，可以见到远远的防波堤上竖立着颜色鲜艳红绿各异的灯塔。渔港南侧的海岸线呈现美丽的沙岸模式，许多人携家带眷至此享受午后的海岸风情。进入水尾渔港后，步行走至北防波堤的起点处，即可见到跨越防波堤进入一旁堤岸礁岩的楼梯通道。此处即为水尾渔港神秘海岸的入口。冬季东北季风盛行时，海边浪花滋润了礁岩的表面，故而礁岩慢慢开始滋生石团、扁石筏等绿色海藻。待4月份东北季风间歇，北海岸在4、5月的春夏交际期间，许多礁岩上便可以看到满满的绿石草景象。走过一小区域的礁岩后，看到前方岩壁露出一个小缝隙，宽度可供一人行走穿过。此处即为构成神秘海岸的绝对要素——一线天。神秘海岸之所以神秘，立于入口由外观之，看不见、够不到、摸不着，场景有如武陵人的遭遇一般。临近水源，变得一山，山有小口，仿佛若有光，便舍船，从口入，出极狭，才通人，复行数十步，豁然开朗。以陶渊明对渔夫出入桃花源的描绘来形容位于北海岸的神秘海岸，应该是再贴切适合不过了。穿过狭窄的岩壁石缝后，眼前突然豁然开朗，人潮满满。拍照时若想要避开人群，似乎只能将镜头往海的角度调整了，感觉神秘海岸一点都不神秘了。假日午后的美好时光，水尾渔港神秘海岸到处都是人，我们还是将海岸美丽的场景献给到此拍摄婚纱照的新人吧。入口与周边均设有告示牌，提醒游客进入之前务必留意。虽然平时看似风平浪静，但若遇台风来袭，风力8级或浪高6公尺以上，此处绝对禁止游客进入。地球最强老爸连恩尼逊 Liam John Neeson 主演，并由好莱坞大导演马丁史科西斯 Martin Scorsese 执导的电影《沉默》，部分的剧情便是在这片神秘海岸取景。北海岸有许多相当特殊的海蚀礁岩地形，海蚀、蜂巢岩、豆腐岩、潮间带潮沟与海崖等，各式丰富的地形变化在神秘海岸几乎均可见到。欣赏绿色海藻天然形成的绿石槽时，还是要随时留意海浪带来的突发性冲击。潮起潮落虽美，人身安全更是重要。沿着神秘海岸的奇岩巨石慢慢走，步行到礁岩的拐弯处，即可见到千百年来相互依偎、彼此相伴、矗立于辽阔海面上的烛台双屿奇景。礁岩的拐弯处有阶梯步道通往上方的狮头山公园，海拔高度约70余公尺，三面环海的狮头山，其步道的真正入口位于另一侧的黄港。宜兰因时间双角悬空照曾风靡一时，此地高处面对着烛台沙滩的地方，亦有一处有着相同风貌的尖石突出，未来或许也会在网络上慢慢发酵风行。狮头山公园沿路步道铺设的相当完善，登顶可见一个大铁环圈起来的烛台双至美景。步道一侧放置了4个牌子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交通部观光局台北 GPS 监测网设置的地壳变动基准点。位于海边的狮头山看似高大，其实海拔高度并不算太高，接近傍晚时分可以望着远处的日落美景，在这三面环海的步道里步行其中，真是舒服极了。狮头山公园的步道北端设有一座名为中正亭的景观凉亭，这座传统红色的凉亭与远远的烛台双屿遥遥相望。公园登顶后可以见到位于下方的黄港渔港，
由黄港这端上来都是柏油路，甚至在山上的洗手间前，还看到有人推着娃娃车上来，可见路面好走的平坦程度了。顺着往前走一小段路，可以见到往水尾渔港的指标，因车子停于这一端，只好沿着指示方向下行。原为军事海防用地的狮头山，海防单位撤除后，此地转为观光使用。往水尾渔港下行的步道沿路，可以发现一旁仍存有许多碉堡、炮台、营房等海防单位遗留下来的军事建筑。由狮头山步道下行，可接至水尾渔港安检所。在水尾渔港，若是想要方便，必须到原渔或及货场改装的海鲜餐厅借用。GPS 导航目标位置建议设为水尾渔港。